各位朋友们，感谢你们在这个夜晚陪伴我。我想和各位谈一个看似简单，却关乎生命质量的话题。在我的日常接诊中，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许多中老年朋友，他们每天都在认真的吃药，按时服用，却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了4个会悄悄蚕食健康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就像是隐形的灰尘，一天天积累在我们的身体里。如果不及时察觉，它们会慢慢演变成心脏的负担、血管的衰竭，甚至是中风的危险信号。今天我想用最平实的语言和各位彻底说清楚这件事。让我们从第一个误区开始讲起，这是我在门诊里最常看到的情况。许多朋友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睁眼就按时吞下那颗药丸，仿佛这就像吃早饭一样，成了一个机械的日常动作。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医生开了这个剂量，就一直吃这个剂量，这样应该没问题。殊不知，我们的身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的身体机能在发生着悄然的改变，肝脏处理药物的能力在下降，肾脏排毒的效率在变缓，身体对药物的吸收和代谢都不再是年轻时那个样子了。可是，很多朋友吃的药丸却一成不变，这就像是开着一部老车去赶高速，却还用着10年前的驾驶方式，早晚会出问题。我接诊过一位70多岁的王阿姨，她坚持说自己很守纪律，从不漏掉一次用药，但是最近3个月里，她总是感到头晕目眩，站起来就天旋地转，甚至在浴室里摔了一跤。我给她测了血压，发现竟然低到108，她这才后悔地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量血压，只是机械地照着5年前的处方吃药。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的血压每天都在变化，受季节、睡眠、心情、饮食的影响，它就像一条河流，流速时快时慢，而我们却像是用一个固定的水闸去控制一条活的河，最后的结果就是要么水位过高冲破堤坝，要么水位过低导致干涸。根据国内的临床数据显示，大约1/4的老年患者因为低血压而突然晕厥，追根溯源都是因为没有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还在吃着10年前的老药量。这些数字背后是多少个像王阿姨一样的故事，是多少个可以完全避免的跌倒、骨折和危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方法其实再简单不过，每天花3分钟的时间，早起测一次，睡前测一次，购置一台手臂式的血压计，基础款就足够了。然后，请你拿出一个小本子，把每一次的数字记录下来。这看似微小的动作，却能掌握你身体的真实状态。当你每个月回医院复诊的时候，拿着这本记录去见医生，大方地问一句：医生，根据我现在的血压情况，这些药还需要继续这个剂量吗？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提问，就能让医生为你重新评估，帮你调整到最适合当下年龄和体质的药物剂量。同时，如果你开始感觉到异常的疲倦，觉得头重脚轻，手脚总是冰冷，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血压已经过低了。这时候不要等，立刻拿起血压计测一下，然后打电话给你的医生，这就是给自己的第一道防护。现在让我谈第2个常见的陷阱，这个误区我几乎每周都要在门诊纠正一次。有些朋友早上起床感到头沉沉的，脖子好像紧了一圈，整个人懵懵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血压一定又飙高了。他连早饭都没吃，连血压计都没掏出来，就急不可耐地把降压药吞了下去。这种行为听起来是对自己健康的谨慎，但实际上这是在凭着感觉玩俄罗斯轮盘赌。我们的感觉会欺骗我们，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觉得累，不一定是血压高，有时候这种昏沉的感觉来自于夜间睡眠不足，有时候是因为早上没有喝足水导致的轻微脱水，有时候只是因为从床上起身太急，血液还没来得及冲上脑袋。我接诊过的患者中，有40%多的人承认过，他们凭感觉吃药的时候，实际测出来的血压并不高，甚至有的人血压其实是偏低的。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李叔叔某个早晨感到疲倦，没有测血压就吃了1颗降血压药。到了中午，他去公园散步，突然感到眼前一黑，腿软了，直接坐到了地上。幸好旁边有人扶他，否则他就会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送到医院一查，血压只有95。医生一问用药情况，才明白他那天其实血压并不高，只是被自己的感觉骗了。
这种因为凭感觉用药导致的低血压危机，在年长者身上特别危险，因为低血压可能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结果就是缺血性脑中风。所以我要很严肃地告诉各位，你的感觉不是医生，血压计才是。血压计上那个冷冰冰的数字，它不会撒谎，不会被你的焦虑迷惑，不会因为你的担忧而改变。每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喝一杯温开水，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做几次深呼吸，让身体安定下来，然后拿出血压计，理性的测量一下。如果血压在正常范围内，那就不要再加药。如果真的偏高，你再根据医生之前的指示来处理。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固定的服药习惯非常重要。最理想的方式是在吃完早饭后的15到30分钟内服药，并且一定要先量过血压之后再吃。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精妙的生物钟，药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条件下进入体内，它的效果会最稳定、最平衡，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早上没有节奏地随意吞药，这样身体很难适应。除了用药的技巧，生活方式也很关键。我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早睡早起，最好能在晚上10点之前上床休息，这样你的血压在夜间才能得到充分的恢复。早上起床不要像年轻人那样突然弹起来，要先侧躺一会儿，然后慢慢坐起身，让腿垂在床边，稍微等几秒钟，再缓缓站起来，这样可以让血压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早餐一定要吃，这是稳定全天血压的基础。还要尽量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过度的情绪波动，因为情绪本身就会直接影响血压。接着我想说第3个误区，这也是在临床上常常上演的悲剧。我接诊过的患者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家里测血压的时候，只要看到血压计显示140多，心里就立刻警铃大作。他们会想，这个数字看起来太难看了，不能就这样放着。于是这些人就开始自作聪明，有人把原来1天1颗的药改成2颗，有人甚至自己发明了服药时间表，觉得中午血压可能比较高，就在中午加吃1次。还有人觉得自己的血压应该像年轻人一样完美，于是想尽办法把血压往下压。这种力求完美的心态听起来似乎是在对自己负责，但实际上这是在给自己埋下一个巨大的地雷。我必须坦白地告诉各位，对于65岁以上的长辈们，血压控制根本不是一场数字比赛，我们不需要把血压逼到像年轻人一样的水平。根据国际高血压治疗指南，对于年长者，把收缩压稳定在130到140之间，舒张压在80到90之间，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能够大大降低心血管风险的安全范围了。超过这个范围往下压，就是在作死。当我们用过量的降压药硬生生地把血压往下压的时候，身体会立刻面临一个危机，脑部缺血。血压是心脏把血液泵出去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不够，那血液就打不到高高在上的脑袋，于是脑细胞开始缺氧。很多长辈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健忘，反应变得迟钝，思维也不如从前清晰了。这不是正常衰老，这是因为脑子长期缺血在作祟。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如果年长者的收缩压长期被压到120以下，他们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其实比血压维持在130到140的人要高得多。还不止这些，当血压被硬生生打低的时候，流经肾脏的血液量也会大幅下降。肾脏本来就是跟着我们长大的，年纪大了肾脏的功能自然会衰退。如果我们再用过量的药物去伤害它，肾脏会逐渐纤维化，一步步走向肾衰竭。有些患者到了需要终身透析的地步，那时候的痛苦和负担是难以言说的。同时，过量的药物会让肝脏疲于奔命地代谢这些化学物质，肝脏功能也会跟着出问题。所以我要非常恳切地劝告各位，请不要因为对数字的一时紧张，就自作聪明地调整药物剂量。即使某一天你测到的血压比平常高了一点，也不要慌。血压本来就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心情紧张会高，天气变化会高，甚至吃了一碗热汤都可能让血压暂时升高。正确的做法是，在接下来的3到4天里，固定在同一个时段持续测量并记录，然后把这份记录带给你的医生，让他从整体的趋势来判断，而不是看某一次的数字。与此同时，一定要定期做肝脏和肾脏功能的血液检查，至少每半年1次，
这是对你自己用药安全的最重要的把关。感谢各位一直听到这里。如果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停下来，重新思考一下用药的意义，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想邀请各位按下关注，也希望你能把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那些正在为血压问题烦恼的亲人和朋友。现在让我们谈最后一个，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陷阱。这个问题几乎关系到每一位身上患有多种慢性病的长辈。随着年纪增长，很多人的家里开始堆积起各种各样的药物，抽屉里有血压药、血糖药、降血脂的药，还有保护关节的、调理肠胃的，再加上亲戚朋友出于好意推荐的各种维生素和保健品，偶尔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中草药茶包。如果你正在把这一切混在一起，一股脑往肚子里吞，我必须沉重地告诉你，这就是在体内举办一场危险的化学派对。在我们的身体这个化学工厂里，不同的药物成分是会互相作用的。有些药物碰到一起会产生强烈的反应，结果导致突然的低血压或低血糖。有些药物配在一起会互相抵消，让你吃了等于白吃。最可怕的是，有些看似无害的组合，实际上会产生全新的毒性。这些毒素会像细雨一样，一点一点地损伤我们本来就不再年轻的肝脏和肾脏，而我们对此往往一无所知。我曾经有一位患者，他每天吞下10几种药物和保健品，他自我安慰说这是在全方位的保养身体，是在做最负责任的健康管理，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体内正在上演一场无声的星际大战。3个月后，他开始出现心律不整，有时候会突然意识不清，最后在一个下午突然昏迷，家人赶紧把他送进了急诊室。经过医生的检查和整理，最后停用了大部分的药物和保健品，他才慢慢恢复。那时他才明白，有时候少即是多。由于长辈们的肝脏代谢和肾脏排毒的能力本来就随着年龄自然衰退，那些无法被顺利排出的化学物质就会一点一滴地累积在身体里，形成慢性中毒。久而久之，那些我们本来期望用来治疗疾病的药丸，反而成了拖垮我们健康的元凶。为了能够平安地度过晚年，不被药海淹没，我想教给各位几道保命的护身符。第一道护身符是，在任何东西进入你的嘴巴之前，如果你还没有请教过医生或药师，就不要轻易加入你的日常菜单。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严格，但这是现实。隔壁邻居吃了精神百倍的保健品，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无解的毒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王阿姨吃了有效的东西，对李叔叔可能就是麻烦。第二道护身符是，每次去医院回诊都要带上一个大袋子，把你现在正在服用的所有东西全部装进去。我强调的是所有东西，包括医生开的处方药，你自己去药局买的成药，还有那些琳琅满目、广告词天花乱坠的保健品。只有让医生完整地看到这全部的阵容，他才能从中理出头绪，找出是否有重复用药，或哪些药物正在互相冲突，进而帮你去粗取精，留下最必要、最安全的组合。第三道护身符是，要搞清楚每一种药的正确吃法，哪一种必须空腹，哪一种必须在饭后立刻吃，哪些药之间至少要间隔2小时才能同时服用。这些小细节全都关系到药效的发挥和安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用牛奶、茶叶或酸甜的果汁去配药，会让药效瞬间消失，甚至产生毒性反应。我建议你拿一张大纸，用麦克笔把吃药的时间和注意事项清清楚楚地写下来，贴在冰箱门上，贴在你每天一定会看到的地方。最后一道护身符是，如果你每天都固定吃超过3种以上的药品，请一定要养成习惯，至少每半年做一次肝脏和肾脏功能的血液检查。就这么简单的抽一管血，医生就可以判断你的肝脏和肾脏是否已经在无声的抗议，是否因为药物的负荷过重而亮起了红灯。早期发现永远是阻止伤害扩大的最好办法。不要等到你的双脚开始浮肿，小便的颜色变得深如浓茶，或是整个人疲倦到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时，才强撑着跑到急诊室。到了那个时候，医学所能做的就变得很有限，很棘手了。我想给各位长辈们说一句真心话，我们努力控制血压、血糖和血脂，按时吃药，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拥有一个不被药物绑架、自在有活力的生活。当你的各项指标透过改变生活方式而日渐稳定了好一阵子以后，你完全可以拿出那份血压记录本，主动和你的医生讨论。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把药量慢慢减少一点。请记住，回归自然且均衡的生活，才是健康长寿的终极解药。那份良方就是清淡适量的饮食，每天喝足白开水，规律的睡眠作息，傍晚在空旷的地方迎着微风的散步，以及一颗永远向着阳光、知足乐观的心。这贴不用花钱的生活处方，才是启动身体自我修复能力最神奇、最没有副作用的大药。我建议你今天就动手，拿张小卡片，工整地写下你每一种药的名字、吃药的时间，以及当初是为了什么原因开始吃这种药的，然后把它贴在家中药柜的门上。这个小小的动作，不仅能帮助你自己精准用药，万一身体有什么突发状况，这张卡片更是能让照顾你的晚辈或救护人员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的救命符。我们吃药是为了活得更健康，不是为了从此成为药罐子。当你真正学会了如何与药物和平共处，正确的使用它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股如释重负的轻盈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权将重新回到你的手中。各位朋友，我今天跟你们聊的这4个用药误区，或许你听了心头一惊，发现自己好像真的不小心踩中了其中几项，但请不必懊恼或自责。更重要的是，从今天起，我们听懂了，也学会了愿意做出那一点点改变，调整用药的小习惯，常常静下心来感受身体发出的信号，用规律朴实的生活作为根基。只要做到这些，你就已经是自己健康最坚强的守护者了。如果你觉得今晚的分享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对朋友有那么一丝丝帮助，我诚挚地邀请你在节目下方按个赞，并且订阅，这样我能够继续陪在你身边，在空中为你剖析更多关于健康的大小事。如果各位朋友在用药上还有任何的困惑和不安，或者想要深入了解更多个人化的健康对策，也欢迎通过节目资讯栏的联络方式与我们的专业团队联系。我们随时准备好张开耳朵倾听你的烦恼，陪你一起找到那条最安心、最正确的健康之道。最后，我代表整个团队深深感谢各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静心听我细细讲完这一切。我们需要在此郑重声明，今天所分享的内容纯粹为教育和心灵启发而创作，期盼能为你的日常生活注入一股温暖的力量，但这绝非用来取代专业的医疗诊断和建议。若你有任何医疗需求，请务必咨询合格医师。你知道吗？这段关于守护健康的分享，让我不禁联想到我们在做每一个选择、迈出每一步人生之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心灵把脉。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聆听身体和心灵的呼声。生活中的高低起伏，就像是人生必然存在的情节转折，没有人能永远维持在一条完美的直线上。我们常常以为，只要按部就班地照着过去的规矩生活，人生就能安稳无虞。就像那些每天准时吃药却从不量血压的长辈一样，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工作挑战，甚至自我成长时，是不是也经常流于这种例行公事的麻木之中？我们可能每天都和家人同桌吃饭，其实很久没有真正去仔细感受过彼此内心的温度。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对话，其实忽略了岁月在伴侣脸上留下的痕迹，也忘了去倾听孩子内心深处那微小的渴望。身体是活的，每天都在变化，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又何尝不是如此？昨日的经验未必能解今日的苦恼，过去的相处模式也不一定适用于现在的家庭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凭借着惯性去生活，不去感知当下情绪的真实状态，那就像是在浓雾中闭着眼睛开车一样危险。我们需要养成一种心灵的测量习惯，每天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安静下来倾听内在的声音。当我们开始懂得觉察当下的真实状态，我们才能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自己和身边的人最合适的关怀与调整。我们多么容易被自己的感觉所欺骗，觉得头晕就认定是血压飙高而急招吞药。这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一遇到挫折或不顺心，就立刻被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给淹没，然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去做出反应。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感觉是最准确的，却不知道情绪往往会蒙蔽事实的真相。有多少次的我们为了误解伴侣的一句话而大发雷霆，事后才发现那根本只是一场无心的误会。有多少回我们因为工作上的一点小失误，就全盘否定了自己的价值，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生活提醒我们，唯有那冷冰冰却客观的数字，才是不会撒谎的第三只眼，
而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这只第三只眼就是理智和核实。当情绪的风暴来袭，请先别急着吞下那颗名为冲动的药丸，找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喝口温水，深呼吸，让沸腾的心冷却一下。我们必须学会分辨什么是真实的困境，什么又只是我们脑海中过度放大的恐惧，如此才能保护我们的人生免于失控。那种不顾一切想要把血压逼回年轻时完美数字的心态，更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生命陷阱。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生活中对自己、对伴侣、对孩子抱持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完美期待？我们希望事业永远维持巅峰，希望婚姻永远充满激情，希望孩子永远表现优异，仿佛只要有一点点瑕疵，整个人生就彻底失败了。然而，这种力求完美的执念，往往才是摧毁幸福的元凶。就像过度降压会导致脑部缺氧，加速衰老一样，当我们用过高的标准去强求生活时，我们其实是在扼杀生命中那些自然流动的生机与活力。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属于那个阶段的美丽与哀愁，每一段关系也都有它最自然、最和谐的状态。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于各项指标都达到满分，而是在于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当下年龄与心境的完美平衡，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包容生活中的微小瑕疵，真实的放过自己，我们的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脱。不强求，不执着，顺应自然的生活，才是最温柔的养生之道。那个让许多长辈深受其害的多重用药陷阱，简直就是现代人资讯焦虑的最佳写照。我们总以为拥有的越多越好，于是不断地向外寻求各种偏方，急着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塞进自己的生命里。我们滑着手机，看着别人五光十色的生活，心里充满了比较与不甘。我们报名了无数的课程，买了成堆的书籍，却依然感到空虚与迷茫。结果这些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和无谓的资讯，在我们的大脑里引发了一茬又一茬的战争，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我们必须学会为生命做减法，勇敢地清理掉那些不属于我们的包袱和杂音，回归到最纯粹、最简单的生活本质。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的陪伴家人，这份清淡适量、知足常乐的生活处方，才是启动我们内在疗愈力量最神奇的解药。生命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华丽的装饰，只要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就能抵御外界所有的风雨。愿每一个美好的早晨，我们都能拥有不被焦虑绑架的自由。在这样的陪伴下，让我们安然度过充满爱与希望的每一天。祝愿你日日平安，祝愿你心的力量永远年轻。